我们来了解今天的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和他结婚5年了，虽然生活不算富裕，日子还算过得去，可就在去年，他爸做生意赔了钱，他背着我借外债帮他爸还钱，结果弄得家里欠了很多钱，好好的一个家搞得现在鸡犬不宁。我也知道他挺不容易的，但我爸就我这一个孩子，在他困难的时候，我怎么能不帮他呢？现在家里情况逼得我没办法，我只能没夜没日的工作，为了尽早把钱都还上。可他倒好，天天就赚那么一点钱不说，连个家也照顾不好。我的不容易他看得到吗？他就做个甩手掌柜，把家里大大小小事儿都扔给我，我像个佣人一样伺候着他，一点点不如意事他就冲我发火，甚至还动手，这样日子我过不下去了。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李先生32岁，来自湖南，配送员；女嘉宾钱女士32岁，同样来自湖南，是一名文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啊！看了你们的经历，基本就是一个大反转哈。当时是你追的他，对吗？对。朋友聚会上面认识之后就喜欢是吧？对，当时他还在谈恋爱嘛，我就没有去追求他啊。然后有一次我朋友还是叫我去一起聚会，知道他失恋了，然后我就追求他嘛，然后就这样结合在一起了。后来其实家里人一开始不同意你嫁他，是不是？是。后来为什么嫁了呢？想着吧，我一个年纪也大了吧，有了孩子吧。家人就给我爸妈做工作嘛，所以我爸妈还是接受了，但是我妈一直都不太喜欢他啊。当时他爸做他妈的工作，我挺感激他爸的，所以后来他爸跟别人做生意嘛，欠了债务，大概差不多有将近180万吧，他自己还了70、80万，把家里房子啊什么的卖掉之后，还了80万嘛，然后还有20万，他当时背着我给他朋友、给他同事、同学借了20万，别人拿着欠条来我家找我们要钱的时候，我一下就懵了人，无缘无故的背了20万的账，我也没用1分钱，家里小孩也没用1分钱，但那是我爸呀，他有遇到困难给我开口让我给他帮忙，他说他3个月之内肯定给我还上，那我怎么办呀？他没还，那他也是我爸呀，你之前不也享了他福吗？之前你工作不稳定，不都是我爸照顾着咱们家吗？当时我还是工作了呢，我又不是说让你爸白施舍给我，是吧？你借钱的时候，你跟你先生说过吗？我没给他说。为什么不跟他说？他是你老公，那边是你老爸。因为我就怕他担心嘛，我爸跟我说他3个月肯定能够还上，后来的时候他没还上，所以人家就找上家门在家里闹。其实我也不想，我也怕他担心，因为他当时工作也不稳定，给他说了也白说。如果当时你妻子跟你说家里面遇到了困难，我们需要帮助老爸还这20万的债，你同意吗？我会同意，你会同意？到现在为止，我也是跟他说，他爸现在60多岁人了，没有经济能力去偿还这个债务，我愿意来给他偿还这个债务，但是你要把家里组织好。我现在每天在外面白天送快递，晚上我跑摩的，快递我背着几十斤的货上楼7楼8楼，我这样上。我也挺感激你的，你为我做这么多，但是的话你也不能抹灭我做的呀，家里大大小小事都我做，我自己还得上班，下班之后还要接孩子，还要做饭，还要收拾家务，我也不容易啊。你说你做了什么家务？你带了什么孩子？孩子星期1到星期5在幼儿园，星期6、星期天在家里待2天就感冒发烧。感冒发烧是我愿意的吗？我也想尽心尽力的带好孩子，他生病的时候，那你在哪儿呢？我不在挣钱吗？我容易吗？你看家里收拾一丁点不如意的地方，你就冲我发火，有事就动上手。你没打过我吗？上次在你爸家，你爸本来就欠了那么多钱，害得我们这个家庭现在这样，我说几句都说不了吗？你就动起手打我。一个大过年的，我爸让你回家吃个饭，你都不愿意，我求了你3、4次你再回家。回家了以后，你看着桌上的鱼啊肉，你冲着我爸就吼上了。你说这有钱你吃大鱼大肉，赶紧还钱。你说啥话呀你？本来就是这样，你爸本来就是被骗的，有钱的话又被别人骗了怎么办？现在还差多少钱？
大概还差13、14万吧。还了多久了？1年多，全部都是我辛辛苦苦来的，我给他爸还钱是吧？他像个没事人一样的，天天该睡的睡，该带孩子出去玩的出去玩。你觉得他的生活状态不够积极？对，因为我在开足了马力的给他爸还钱，我已经做到这样了，你就把家里家务搞好。好，我来问他啊，结婚几年啊？结婚有5年了。欠债这个事儿有多久啊？1年多。那就是说前2、3年婚后生活还挺幸福是吧？还行。那个时候谁听谁的话？家里？他听我的话多吧。你们结婚那房子是？房子租的，开始咱们租了一个90平米大的房子。还不是因为他爸吗？本来我们租个90平的房子，后来他爸爸出了这个事，我住了，现在我们一家3口住了个50平方的房子。那个你工作吗？我工作啊。你也工作？对。钱谁管啊？家里的钱？钱谁他管的呢？我给孩子拍个亲子照，他都不同意。完了，我从我自己那个卡上，我偷偷拿回来200块钱给我孩子拍个亲子照。啊。完了回来给他一看，他不高兴，拿着照片就往地上摔，就冲着我骂，冲着我吼：“你干啥拍这个照？不要钱什么？”完了还给我动手，孩子在旁边看着哇哇哭呢。他跟你动手啊？对。我为什么这样啊？又不意思。你知道这200块钱我要送多少快递，上多少层楼，然后我要拿多少客吗？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？可是孩子每年都有拍，我也不想给他落下吧。我接着问啊，他跟你动手，动手是指推搡还是殴打？殴打。这种事情发生过多少回？也有3、4回吧。自从给我爸还那个债务开始吧，他的脾气又慢慢的开始越来越暴躁了。越来越暴躁。你能理解他那种暴躁吗？突然之间家里有这么大的经济压力。开始的时候吧，我觉得我能理解，因为压力也挺重的。之前不是他也没干过什么正经的工作，现在完了换了一个这么累的工作，其实我也挺心疼他的。他之前是做什么呢？在我爸那工作地方吧，给我爸做的事儿也挺轻松的，每天也不知道干嘛。哦，等于是你父亲公司的人。对。那后来他是怎么离开那个公司的呢？后来不是我爸那个亏了债嘛，公司就关闭了嘛。啊。没办法了嘛，家里也背了这么多债，他就换了一份比较辛苦的工作。啊。我工作压力确实累，人累。我下班回家也没口热饭吃。我每天晚上5点到7点拉客嘛，跑摩的。等我回家8、9点的时候，他搂着儿子在睡觉，然后我一个人在吃那个冷饭冷菜。我也给他提过，我说你到那饭点的时候，你回家吃2口饭了，完了你再去工作，对吧？我还不是想多挣2个钱吗？因为5点到7点那个时候正好是上下班的高峰期。就是你自个儿不愿意回家，你到后来你又来埋怨我啊。我问问啊，这肯定行吧？你觉得这男人怎么样？其实还行，就那脾气。爱你吗？爱，我感觉他心理上爱我。哦，你是怎么感觉到的呢？说还钱这个事儿吧，特感动的。说实在，咱俩夫妻。他们说白了就可能就是2性人没啥关系，他能给我还债，我真的很感激他。啊，想的是那句话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他没飞，你特感激，是吧？所以你觉得他是爱你的，是吗？是。咱们这么说啊，我不问你们具体数了啊。比如说你们家的收入是100%，你能达到30%、40%？20%吧。啊， 20%拿不到20%，对，你是20%都拿不到，10%有多吧？15%有吗？差不多。你是85%，那我不就全心照顾着家吗？我之前不是没做过家务吗？好，我已经尽我全力在做了。行，你父亲现在对他什么看法？2个人闹得很僵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那回过年回家吧，给他准备大鱼大肉。那你父亲还有资格埋怨我吗？他现在欠了这么多钱，搞得这个家里这个样子，可是你好我有几句怨言对着他不行吗？你母亲现在怎么评价他？我母亲不理他。可是他还是在帮你家还债，你母亲怎么会不理他呢？是啊，我母亲埋怨他，他要是有本事挣点钱算什么？哦，你母亲是这么想的，是吧？是。你父亲就觉得他春节回家太不给他面了，是吧？他根本就不尊敬了长辈嘛，我都不敢对我爸妈那样。你欠了这么多钱，一下压在我身上，我已经做牛做马的在干了，你要给我看到希望，他给我看不到希望。我在外面做完事回家之后还要做家务，我又不是个机器人，难道他看不到我的辛苦吗？我看他辛苦了，但他也不能抹灭我的辛苦，对吧？晚上1、2点他回家，串门进来就开始骂，
哎，怎么电话也不接啊？完了，把我手机给摔了，还踹了我2个耳光。你要手机干嘛？我干活干到10点多11点，可能当时也喝了点酒，在酒精刺激下打了你。但是我在外面叫你那么久，你想过我没有？我外面冻了将近1个小时。你再冻着，你可以给我打我是吧？那孩子在旁边直接睡着了，都被你吓醒了，都哇哇哭的呢。你这点小事都做不了，连个门都不会做。我那天不挺累的，我伴着孩子一起睡了。你就那么点小事你就完了，回来就给揍我。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老说吼我骂我，有事动手打我，长期往下去，我觉得我们这婚姻不会幸福啊。你还想过吗？他能改的吧？还想过，因为毕竟有个孩子，我不想让小孩他能改单亲家庭。也就是说你还想过是吧？对。可是你心里有憋屈的话。对。我相信今天这3位老师会帮你们好好分析，给你们一些其他的启悟，看看能不能帮你们调整一下，好吗？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咱们简单做一下前后对比啊。欠债前，我看到的是一个穷小子追求一个家世比较殷厚的女孩，啥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傻小子对一个女孩痴狂的爱。我相信，在发生变故之前，别说在门外等他1个小时，等1夜都行。他等过，等过吧？等过，不舍得把你吵醒。让你睡个好觉。但我现在是在挣钱了，是还债了。听我说完呀。之前是这样吧？之后呢，等了1个小时，进门摔手机，打老婆，吵孩子，这人就变化的这么快。再看之前，穷小子工作不好，所以给老丈人打工，过着无忧无虑的小日子。之后呢，没了这份悠闲的工作，出去拼命打拼做快递。你让我更瞧得起你了，起码你靠自己的实力在挣钱，你有了尊严。再看之前，对老婆呢也基本满意，但是老婆之前就是那个老婆，现在之后还是那个老婆，说不定比原来干得更多了，因为她有了愧疚，她有了压力。原来无比珍爱的一个老婆，现在比原来变得更优秀了，但是老公就动手了。为什么要动手？心里有气。对。帮着还了点钱，过年就不能吃点鱼肉了吗？没钱还吃什么鱼肉啊？200块钱给孩子拍一个写真集，不舍得花。你在外面喝不喝酒？我问你。我也就买2瓶啤酒买2瓶啤酒吃点饭，对吗？有抽烟喝酒的钱，不能给孩子拍个写真集，留下一个童年记忆吗？真正的男人能屈能伸。你有钱的时候，我也敢追你，我不图你钱。你落魄的时候，我来支撑，咱日子越过越好。我不是一样在支撑吗？对呀，哥们儿，我说到底，我替你冤得慌。你活儿也干了，苦也受了，可是你人也打了，你情分也丢了，这叫里外不是人。你何苦呢？有什么苦咽到肚子里，总有苦尽甘来那一天。别等甘来的时候，自己无法面对，没法做人。你琢磨琢磨吧。我们结婚的时候都会听到这么一句话：无论你贫穷或者富有，无论你健康或者疾病，我都不离不弃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啊。你心甘情愿吗？我愿意，但不心甘情愿，肯定多多少少有点怨言嘛。那你为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愿意跟他承担这份压力呢？因为我爱他嘛。你们之间其实这件事情背后最深刻的，你们夫妻之间的矛盾是什么？就是沟通、交流根本就不充分。最简单的几个例子：第一，借那20万，你不跟老公去说，这是最典型的没有沟通。第二，你最傻的地儿，你借了钱，而且你跟你的父亲那边还说是你自己借的，对不对？父亲一点也没有念他的好啊，而他呢，谁在为这20万在做事情？谁在还这个钱呀？是他呀，85%都是他呀。为什么你在父亲面前没有说他一点好？为什么你的母亲不跟他说话？父亲跟他有矛盾，谁造成的呀？这孩子挺傻的，也挺苦的呀，他郁闷啊。所有的事儿是他做了，一点好都没有。你在做什么？
还有你动手，动手绝对不对的。但是动手的前提是什么呀？你们已经到了无法交流的那一步了。如果夫妻能够很好的沟通，充分的沟通，并且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的话，任何困难都一定会迎刃而解的。哪有时间给他沟通啊？他们还没起来，我已经出去了。你是辛苦，但是是不是你应该的呀？为了这个家，我应该的。对呀，所以你早把这话跟他说呀。他也做了很多的改变，这以前不下厨房的吧？现在能为你准备好那么多的东西，而且独自带孩子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他自己也在成长，也就是你们两个人啊，在困难面前的转变，没有这个事实变得快。都给对方一个最高的期望是不可以的，调低你们的期望，多加沟通，我觉得困难一定会过去，好吗？好，谢谢曲总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家富人安无从看，危急关头见真情。如果家里不出这个事儿，还看不出这个人是什么样。你承不承认你是一个自卑的人？不承认，那我跟你说，你为什么说你是个自卑的人？自卑的人在接受他人的帮助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特色，他内心敏感而脆弱，嘴上说感谢，心里从不感恩。你一年还了个6、7万，就把当初的老板、自己的长辈就差踩在自己的脚底下，过年也不给个好脸色。一个60岁的老头，曾经成功的一个企业家，被你讽刺得一塌糊涂。他把女儿嫁给了你，也容忍了你，但是却在大过年的情况下被自己的姑爷羞辱，连自己过年大鱼大肉都不能吃。你没钱肯定不能吃啊，因为还欠这么多债务了，我一个人也挺累的了。其实你的父亲和他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不情不愿的付出，得到的不是心甘情愿的报答，一定是双方都认为的施舍。你看你父母当初也羞辱过他，如果不是因为爱你，他们不会让你下嫁给他，更不会把他安插在自己的公司当中。但既然是因为爱你，都已经妥协了，就不应该去羞辱。你也心不甘情不愿。其实你还债不是为了岳父，是因为爱他。对。但你做都做了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要做得这么难看呢？如果能够在做的过程当中，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真情，你不埋怨，你不打他，我认为这是和你岳父修复关系一个非常好的时机，恰恰证明了他的父母当初看你是看错了。如果你是这样做，当初他的父母一定不会后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这么一个男人。但是是你亲手把自己辛辛苦苦做的这一切又都给毁了。你打自己的女人，你让自己的孩子200块钱的亲子照也不能拍，你让自己的岳父岳母过年大鱼大肉也不能吃，你就牛了？你说呢？就这样。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。其实我想跟你们说的就是一定要换一个角度，不因为有钱就颐指气使，不因为没钱就无底线的退让。就因为他还钱他就可以打你吗？你的尊严呢？别再那样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打你。不管怎么样，对这个家我是个男人，应该撑起这个家。不管是你父母对我有怎么样的意见好，什么好，我应该一直对你都是相信的。对不起，老婆。行，我知道你挺爱我的，但你别老这么对我吼啊，给我动手嘛，我心也挺受伤的。如果你能改一改，可能咱们还能继续。如果你一直保持这个样，我相信我们将来不会怎么幸福。老婆，我保证以后我不管怎么样都不打你了，我也会开开心心的把账还完。
我也要好好的顾着家，把该收拾的地方收拾，把孩子照顾好，让你别担心。啊，好。你跟岳父道个歉，真的应该道歉。爸爸，对不起。即使是夫妻，即使是父母和子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应该的，所以请心存感恩。两位请回。来，请关门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你还不主动点过去，还绷个劲儿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对你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别腻乎了。哎呀，哎，你现在是送快递是吧？哎，你能抱起你老婆吗？你抱抱我看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啊！哎，你们孩子也这么大了吧？差不多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对夫妻生活新起点的开始。好了，这个送给你啊。要保湿易背湿，女人什么时候都需要保持自己的美丽。好好回去过日子啊。好，加油哦。好，谢谢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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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到他们离开，其实挺开心的。我们希望通过今天3位老师对他们的帮助，他们能够找到他们新生活的那把钥匙。